生日那天，男友说要加班，不能陪我。打开手机，却刷到他初恋的朋友圈，都说不用陪我过生日。某人非不听，被女朋友知道了，他不得找我算账。配图正是男友为他挑选生日蛋糕的照片。我打去电话对峙，他却满脸不耐烦，我就陪他过个生日而已，怎么又来无理取闹？要不是你喜欢争风吃醋，我至于和你撒谎吗？相爱5年来，他一次又一次用各种理由抛下我去陪他的青梅，唯独这一次，我由衷地感觉到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刷到宋千雪朋友圈的时候，我脑子是懵的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可是孙明哲说过他要加班，那照片上这个男人又是谁呢？可以陪别人过生日，不能陪我，不过是借口罢了。我擦掉挂在眼角的泪，拨通孙明哲电话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可还没等到我开口，孙明哲便急急回应：什么事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不耐烦。听筒里传来女生压抑的呼喊：明哲哥，海安姐不会生气吧？我不知道和她同一天生日，你别怪她。一听这茶里茶气的声音，我便知道是宋千雪过生日。对面那么安静，很明显就2个人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感觉心里更窒息了些，呼吸都加重了几分。孙明哲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知道，所以你想闹什么？我就陪他过个生日而已，你怎么又来无理取闹？要不是你喜欢争风吃醋，我至于和你撒谎吗？在一起5年，这种话我听了无数遍。他们一起长大，感情深，所以被抛下的只能是我。可5年风雨同行，苦是我陪他吃的，甜一点没享受到。孙明哲，没什么事挂了。2道声音交织在一起，随后便是嘟嘟嘟的忙音。我握紧手里的手机，说不出什么感觉。和孙明哲这段感情是他先开始的，那时候我大4，孙明哲对我展开了激烈的追求。宿舍里的都说他这样的人不能要，因为他有个极其要好的青梅，他的初恋宋千雪。但我是新时代的女性，认为男女应有纯友谊存在。谁想到一失足就吃了5年的苦。这5年来，孙明哲丢下我无数次，直奔宋千雪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差点死了，可我从没有怪过他，得到的只有变本加厉。回忆夹杂泪水被我吞回肚子里。孙明哲一夜未归，我看着天花板坐了一夜。第2天一早，孙明哲回来了，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蛋糕，把一个礼盒放到我面前。起那么早，我吃点东西就要去。他连解释都没有，目光落到空空如也的餐桌上。早餐呢？谢海安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千雪爸妈都不在，他一个人在这座城里，我多照顾他一些是应该的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抓着这点小事不放？生日哪年不可以过？没记错的话，他给宋千雪也是过生日，轮到他就是精心准备礼物，订蛋糕，轮到我就是哪年不可以过。况且昨天也不是宋千雪的生日，我没了争吵的心思。5年了，吵来吵去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累了。孙明哲，我只是太累了。我没有拿桌上的礼盒，昨天宋千雪发过一次，她的包装比这个大，看起来那是正品，而我这个无非是随手拿出的赠品。你不生气？孙明哲呆住了。我起身将桌上的蛋糕丢进垃圾桶，连同我那可怜的爱情。你给好朋友过生日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语气平静无比，可孙明哲细看的话，就能发现我颤抖的双手。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陪在孙明哲身边5年，如果分开了，和死了个亲人有什么分别？
可我阻止不了，阻止不了的东西就放任吧。我刚刚的语气急了些，你不舒服就休息吧，我路上买些吃的。看我那么懂事，孙明哲软下声音，再次拿起桌上的礼盒递给我。海安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今天早些下班，重新给你补过生日好不好？快看看，这是我特地给你挑的礼物，千雪都没有，可是独一份。盒子被打开，里面放了一条劣质的手链，连赠品都算不上。他对宋千雪那么好，他当然不会有。不用了，我实在不想看孙明哲拙劣的表演。可他只是摸摸我的脑袋，凑近就要亲我。一想到这张嘴可能昨晚刚吻过宋千雪，我一把推开他，跑到厕所狂吐。孙明哲变了脸色，他站在厕所，有些咬牙切齿。谢海安，我趴在厕所，感觉苦水都吐了出来。昨天晚上为了等孙明哲，我没有吃饭，只是在0点时用力塞了几块蛋糕，很苦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孙明哲想要指责的话落到我苍白的小脸上，瞬间化为乌有。难受就注意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他直直开门离开。我看到他手机亮了，看到消息的那瞬间，他的眼睛更有神了许多。想来是宋千雪的消息。等我捂着胃在医院挂针水时，已经是中午。上级领导发了几句关怀的话，便让我好好休息。我漫无目的划拉着手机，孙明哲难得更新了朋友圈，配图是一条漂亮的项链，挂饰还做了天鹅图案。我的天鹅很喜欢，有不少人打趣我们的相爱，他们都以为那天鹅是我。都5年的老夫老妻了，还这么腻歪，专门给嫂子选的生日礼物吧，真漂亮。要不还得说孙哥会疼人，嫂子那么漂亮，换我也疼。我能想象孙明哲此刻的表情，打下一段文字，确实很漂亮，很适合宋千雪。话音戛然而止，刚刚的几人特地删了评论。孙明哲气呼呼地发来语音，你那话什么意思？想让大家觉得我对你不好？谢海安，礼物我也给你买了，你不要整天盯着千雪这点，她一个小女生不容易，你还要针对她，她不容易，我就容易。我关掉手机，没理会孙明哲。护士小心翼翼地提示我，针水已经打完。我这才敢走向厕所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习惯了这种狼狈。这都是孙明哲赐予我的。5年的丧偶式恋爱，我真的过够了。下午5点，我逛完了整个商场，买了一大堆东西。都说购物是最好的治愈方式。以前为了省钱我没有试过，现在只觉得省钱干嘛？最后还不是进了别人的口袋，不如丰富自己。谢海安，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孙明哲的声音传来时，我下意识看过去，只见在商场门口站了一名满脸怒意的男子，他手上牵着宋千雪，两人就这么旁若无人地走向我。谢海安，我不是说了提前下班陪你过生日，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是什么意思？诚心给千雪难堪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你公司门口等了多久？千雪还特地给你带了花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女人？明哲哥哥，你别气了，海安姐只是想投资自己。宋千雪柔弱地看了一眼我，眼神意味不明。孙明哲目光定格在几个大牌 logo 上，神色明显不悦。我挣钱就是让你这么花的吗？谢海安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吃不饱饭？而你只会拿着钱肆意挥霍，有的时候你真应该学学千雪。得知灾情消息，他可是哭了半宿，所以哭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心里的鄙夷又浓郁了些。为了不被人当猴子观看，我拎着手里的东西就朝外走。孙明哲依旧在说教，
他说自己赚钱有多么多么不容易，我不应该这么乱花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比起宋千雪吃的用的，这不过是里面的1/10。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双标？孙明哲，这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你忘了吗？我们的存款多半也是我的钱。孙明哲停在原地，我觉得过去的我确实愚蠢，自己辛辛苦苦挣那点钱，全给别人享受了。宋千雪紧闭嘴巴，她大概也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，毕竟那些钱不都给她花了。明哲，算了，我们先去给海安姐过生日吧。她的退让使孙明哲脸色好看了许多，两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，说着选定的地方有多好多好。我感觉秋意的风又凉了些，拿起手机给领导回复：老板，最近那个项目出差人选定下来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主动报名。这些年我一直兢兢业业工作，老板有提拔我的意思，奈何我为了孙明哲多次推脱，我放心不下这个巨婴，更怕我这一走，两个人就滚到一起。现在我只想快点逃离，这段感情真的太累了。海安，谢海安，千雪跟你说话呢，我不是给你补过生日了，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？孙明哲愤怒的声音拉回我的回忆。那头的老板回了信息，他很高兴我能有此觉悟，发了一大段文字，信任我能做好这份工作的同时，更希望我尽快出发，别为了感情耽误工作，也不要意气用事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打下回复的讯息时，我忍不住内心感慨，还好我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存有赚钱的能力，不至于丢失最后一丝体面。身子被猛地拽了一把，我看向孙明哲，他十分不爽。千雪问了很多遍你喜欢吃什么菜，要是你还这个态度，就别吃了。谢海安，知不知道千雪为了给你挑礼物做蛋糕，手都受伤了？我下意识朝宋千雪看去，她眼睛红红的，像一只受惊的白兔。孙明哲不等我回应，直接把蛋糕和花丢在我身上，强烈的窒息感传来。我花粉过敏，大概是本身就不适合这么华丽的东西，所以我从来没有买过。孙明哲也知道，恋爱到现在他没有给我买过花，还不止一次表示过我生了一个省钱的病。现在他愤慨地站在宋千雪那里，看着我脸颊通红，不屑开口：你这一路都在摆脸色，既然你这么看不上千雪，就别让她抱着你的东西。他的偏袒毫不掩饰，我打了个喷嚏，丢掉手里的东西，脸上大片大片起了红疹。孙明哲暴跳如雷：你什么意思？谢海安，别蹬鼻子上脸，这都是千雪的心意。我忍着抓痒的冲动，重重打了几个喷嚏。孙明哲，我花粉过敏，究竟有多不爱，才能连一个眼神都不给我？海安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有搞清楚。宋千雪赶忙扶住我，身上的花粉全往我身上扑，最后那顿饭还是没有吃成，我晕倒了，直直撞在上来的油锅上，还是路人叫的救护车及时，才捡回一条命。据描述，当时宋千雪哭天喊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受伤了，可送到医院才发现只是几滴油弄在身上，比起我实在是算不得重伤。可就算这样，孙明哲还是把我丢下，抱着他转身就离开。听到路人惋惜的描述时，我感觉心里十分苦涩。即使知道孙明哲不爱我，可我的情况会死，他竟然也毫不在意。小姑娘，你和那两人什么关系？以后还是不要相处得好，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。路人还在劝我，看着自己受伤的左手，想了想回答道：情侣，但很快就不是了，人终究会累的，感动不了的人就放弃吧。路人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目光越来越同情。
护士凑在一起讨论，我才知道孙明哲离开了。他连看都没来看我，直直地抱着宋千雪离开。当时很多人还在感慨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子，他们真幸福。可是听了我的回答，瞬间觉得很恶心，把自己女朋友丢在医院，该是多恶毒的人才能做出来。第二天我出院了，孙明哲像人间蒸发一般，没有半点音讯。好在我虽然有烫伤，但不严重，所以我当即买了2天后的机票，便开始收拾东西。谢海安，你彻夜未归跑哪去了？现在又收拾什么东西？孙明哲踢掉我面前的行李箱，箱子扯到包扎的手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终于看清狼狈的我，不自然移开眼神。我不知道你受伤严重，当时千雪也站在那，就一点轻微烫伤，你别太矫情。收拾行李是要整理衣柜吗？我帮你，每次都是这样，觉得对不起我，又对我好一点，然后我就跟哈巴狗一样跟在他身后转。这几年的时光让我都忘了，当初是孙明哲先追求的我，他也对我好过，所以后来对我不好时，我便知道他真的不爱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孙明哲身上还有浓郁的香水味，应该是刚从宋千雪那回来。我皱紧眉头，下意识屏住呼吸。我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也不喜欢那个人。看出我的不开心，孙明哲嗅了嗅身上的味道，跑去换衣服。他甚至打算亲手给我做顿饭。前2天是我不对，如果知道你受伤这么严重，我不会把你丢下。他的动作不太熟练，但做出的东西卖相还不错，就是可惜没有我喜欢的。孙明哲，以后不用这么麻烦，因为我们没有以后了。他却以为我是心疼他，又给我加了堆菜，喜欢多吃点。我这几天在家陪你，你只要以后好好跟千雪相处，我也不会再凶你。难得的良心发现，还要我跟宋千雪好好相处。我咽了口唾沫，低声应下。当天晚上，孙明哲确实没有出门，可我觉得他身边的气息都作呕，自己搬到了客卧。虽然不懂我的意思，但孙明哲脸色依旧十分难看。我没有搭理他，早早躺进被窝，养精蓄锐。我以为都到了这份上，孙明哲不会再低头。可天光微亮，他起了大早，给我做早餐。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待遇，现在又觉得烦躁。宋千雪也来了，她依旧是那副夹得要死的嗓音：明哲，我来吃早饭，海安姐不会生气吧？不会，我抢先一步回答。还有1天就要坐飞机走了，谁有空搭理他们2个？谁想到一整天时间，2人都没有出门的打算，在我面前你侬我侬。换做以前，我早发脾气了，可现在我抱着手机看得津津乐道。不得不说，宋千雪把我只会心疼哥哥这几个字学到了精髓。一整天我都以为家里进了鸡，哥哥没完。孙明哲很受用，不过他不时看看我的脸色，见我神色没有异常，还替自己找补。我就是想让你们俩培养感情。对呀，海安姐，我觉得你好厉害，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就是有点不太喜欢我。天色渐黑，我阻挡不了宋千雪8个没完的嘴，只能躲回房间。倒计时最后10小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难得睡了个好觉。宋千雪几点回去的，我不知道。等我拿着行李登机时，孙明哲还在呼呼大睡。我请了中介卖掉了那套房子，相信等孙明哲知道的时候，中介已经上门。果然，飞机刚落地，我便看到了无数消息还有电话，全是孙明哲打来的。他问我什么意思，到最后软声求我：海安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说，你这样不声不响离开，还要卖房子，多不给我面子，快点回来吧。我知道你嫉妒我和千雪要好，
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一定和他保持距离。想到曾受过的委屈，我发了一句分手后，直接将他拉黑。公司派出的小助理在一旁喋喋不休。他与宋千雪不同，说话很会照顾人情绪。我突然觉得孙明哲一定是瞎了，才会看上那个女人。但换另一个方面，又觉得自己当初也瞎了。海安姐，公司都在传你为了男人多次拒绝晋升机会，我一直觉得他们是骗人的。你那么漂亮又能干，怎么会？他们说的是真的，所以你可要擦亮眼睛。我揉了揉小助理的脑袋，冲他友好笑笑。另一边的孙明哲破防砸掉了手机。从我们在一起开始，这个家的首付月供都是我一个人在还。当时因为宋千雪生病，他丢下躺在医院的我，为了补偿，所以房本也只有我的名字。这样一来，他被我灰溜溜地赶出去后，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些年，为了让宋千雪在人前显富贵，他要供应着她昂贵的包包、首饰、化妆品。没有了我的补贴，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借朋友手机拨打电话。我接了，除了追我的时候，这还是孙明哲主动关心我。海安，你到哪里了？有没有注意安全？我知道你这次太生气了，我做的不对，所以我又重新给你定制了生日礼物。你去旅游了吗？我去找你好不好？宋千雪我也拉黑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在金钱面前，感情显得尤为脆弱。孙明哲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电话挂断，我再次投入到工作中。我一直坚信，唯有更好地提升自己，让自己走上更好的道路，才能有对抗别人的资本。可孙明哲像是疯了一般，他不知从哪打探的消息追了过来。这边天气温度较低，他穿的又单薄。在酒店一站就是2小时。等我回酒店看见人的时候，他身旁围了不少人，都在等这个所谓的女主角。我不自觉加快了脚步。海安，别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孙明哲的速度更快，他拿出一束鲜花放在我的面前，单膝下跪。海安，我知道以前对不起你，是我不会爱人。你离开的日子，我疯狂反思了自己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言情恳切，说到感动处眼冒泪花。我很难将眼前的人和从前把我丢在医院的孙明哲想到一起，可过往的伤害都是真的，尤其是这样的冷天，我被孙明哲丢下过，只因为宋千雪一句要过2人世界。他把只穿了薄外套的我丢在雪山5公里，我走了1个小时，差点大雪封山，死在那里。最后换来一句轻飘飘的，走的时候你不喊我们，我怎么知道你回不去？那句话，我躺在医院休养了半个月，可现在他不过是站2个小时而已。我疯狂退后，用手捂住口鼻。孙明哲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花粉过敏。孙明哲把手里的东西往我这边递，嘴里也不忘解释，这是假的，我亲手做的，学了好久。你看我手上的伤。他露出手上流血的印记。我把花接过，狠狠丢在地上。看到了吗，孙明哲？这就是你曾经对我做下的。我捧着一颗真心到你面前，被摔个稀碎。围观群众不明所以，纷纷替他说好话。夫妻嘛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对呀，这位男士都站2个小时了，这么冷的天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，只要他有悔过之心，就原谅他呀。在一起不容易，要珍惜缘分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我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孙明哲努力挤出2滴眼泪。我知道我先前跟朋友关系没有处理妥当，让你生气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也把他删了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他，原谅他。
处于人群中心点的我捂住耳朵，声浪一层比一层高。我清晰地看到孙明哲一闪而过的笑意，他以为他这招很好，我被架得那么高，到时候被迫原谅他，他便可以抓住这点，跟我回到从前。孙明哲，海安，我真的已经把他删了，你快看。孙明哲递过手机，只见输入宋千雪3个字后，查无此人。我再次被孙明哲的无耻震惊。他不仅可以存别的称呼，就算真删了，也可以加回去。就凭这点东西，想抹平给我的伤害，我身形一软，直直往小助理怀里倒，吓得他大喊：“海安姐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”我说晕就晕。孙明哲有些跟不上思路，小助理哭天喊地，指着孙明哲破口大骂：“海安姐和你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如今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，你还要来败坏她的名声，要她以后怎么办？真是恶心的男人！你可别忘了，前面你是怎么对海安姐的，差点把她烫死，现在她手上还上着药呢，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？”我悠悠转醒，脸上挂着泪珠，不就是演吗？天天看宋千雪哭，学不到1000也有800，我哭得肝肠寸断。看孙明哲的眼神就是负心汉，虽然他确实是，但经过今天这么一闹，认识他的人更多了。听完事情的全部经过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，还有人冲孙明哲吐口水，他顿时狼狈不已。我带着小助理功成身退，孙明哲怕丢人，又或者为了体现出自己的深情，在楼下站到半夜。我起来倒水时看到他搓着手哈气，像极了当初的我。可我那个时候更惨，荒无人烟的山林里，漆黑一片，我走的鞋都湿了，全身毫无力气，到最后纯靠想活的信念撑着，要不然摔那么多次，我估计早就躺下了。海安姐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天光大亮，孙明哲跑来送早餐，小助理无知询问。我回想了过去的5年，孙明哲记得宋千雪所有爱好，陪她过生日，给她最好的。而我呢？他刚毕业窝在几平米的出租房时，是我陪他的。那个时候，为了给宋千雪攒钱买礼物，他花光了我们所有积蓄，1包泡面都要2个人分着吃。我没有怨过，只是告诉他下次量力而行。可他从没有改过，现在后悔了，有用吗？没用的，钉子拔出都会留下痕迹，更何况人呢？我接过孙明哲买的包子，然后丢给了路边的野狗。他的笑容绽放又消失，嘴边动了动，好半天才说出夸我的话。海安，你还是那么善良。我不是善良，就只是单纯的看你买的东西不爽。孙明哲，你能不能别来烦我？追求我的时候，孙明哲都没有这么难堪过。路过的行人纷纷把目光放在他身上，他脸全都白了，睫毛轻颤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他一直以为我只要随便哄哄就会乖，可现在四处碰壁，无奈的孙明哲只能放弃。我给宋千雪发去消息，他们2个天生一对，谁不在我都会十分伤心。发完信息当晚，宋千雪飞了过来。这么冷的天，她套了个小短裙，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孙明哲面前，这让想与我告别的孙明哲身子一僵，眼神朝我看来。海安，我没有联系他，真的，你不信用我手机看，我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宋千雪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她的眼睛一下就红了，身子摇摇欲坠。明哲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收到我的信息，宋千雪只是为了过来炫耀的。孙明哲那么在意他，他以为只要自己一出现，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我碾压。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明哲哥，宋千雪摔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被大片打湿，是海安姐让我过来的。
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我只是心疼你站了一夜。明哲哥，你忘了吗？你身体最是不好。他动情地洒下泪珠。孙明哲明显动容。最近几天，他在我这多次碰壁。我不像宋千雪温柔，也不如他会说话。我冷眼瞧着孙明哲的变化，在所有人都以为欢乐大吉的时候，他把宋千雪丢到地上。我是有女朋友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是汉子茶行为。从前是我太过于愚蠢，总被哄骗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被你骗了。那么冷的天，谁让你穿的那么少？还有这些年花我的亲属卡，你记得尽快还来。他像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看出宋千雪所有阴谋，原来不是看不透，而是蒙蔽了双眼。我没再继续欣赏，转身离开。爱八卦的小助理倒看到了最后，宋千雪和孙明哲鸡飞蛋打，两个人打了一架，孙明哲的衣服都被撕了。爱的时候对方怎么都是香的，现在不爱了，下手没个轻重。孙明哲进医院了，他被活活撕下一块肉，疼得不停骂宋千雪。我踏进病房的时候，他还在骂，那副面目狰狞的模样，完全看不出过去相爱的痕迹。海安，你怎么来了？见到我？孙明哲努力挤出微笑，挣扎着就要起来，他的伤口也因为他的动作流出鲜血。医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来看看你。昔日的爱人落到这般田地，我摸了摸胸口，不疼了，证明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你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我最喜欢你煲的汤。我抽出背在身后的手，上面空空如也。孙明哲尴尬地缩回双手，笑容满是心虚。你原谅我了吗？海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套房子承载了我们全部的回忆，你难道忘了？我们说过陪对方共患难，以后换更大的房子，你不能半路丢下我。他回忆起什么，脸上带有丝丝甜蜜，可我听着这话却完全笑不出来。他甚至说不出对我好的点在哪，只能反反复复抓着那么点承诺。可承诺永远只在说的时候算数，以我和孙明哲现在的关系，也说不上承诺了。孙明哲，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一声，紧急联系人换了吧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房子我也卖出去了，到时候会给你打一笔钱，就当偿还你偶尔付的房贷。但你也清楚，房子基本是我买的，其他东西我都没法给你。至于你说的原谅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你在雪地将我丢下，在我花粉过敏摔在热油上时，抱着宋千雪就离开。我没死是因为世上还是好人多，不是我命大。到此结束吧。我起身离开，这的项目已经完成的差不多，我要回家了。孙明哲和宋千雪还不可以走，他们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需要静养。等我庆祝升职那天，他们回来了。孙明哲特意订了一个大花束，他还买了当初的同款项链，精致又豪气的礼盒，仿佛在嘲笑我过去的待遇。你看啊，你爱他的时候，他对你不屑一顾，用几块钱的东西敷衍你；你不爱他了，他反而犯贱。还有那束花，是手工编织的玫瑰，用心程度可想而知。爱还真是好不讲理的东西，喜欢的时候命都可以给，不喜欢了弃之如敝屣。海安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请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。你别急着回答，时间会向你证明。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孙明哲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公司里的人艳羡看我。过去大家都说我是恋爱脑，为了男人舍弃一切，可现在孙明哲做的又无时无刻不在展现我过去的选择多么正确。海安，还是你眼睛好，早就看好这个潜力股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这么爱你，太让人羡慕了吧？对呀，看他刚刚的样子，眼里心里只能容下你。
几人夸张地重复孙明哲刚刚的动作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虽然这让我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但是靠骗得到的东西，未来就要靠无数谎言去编织。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表明已经分手，并且不会再和好。这次没有人再说我可怜，即使有人在私底下说我装，但可怜虫不再是我了。谢海安。在我感慨之际，宋千雪冲了进来，她一巴掌企图打在我脸上，被我死死抓住。你这个贱人，明哲哥都跟你分手了，他不要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勾引他，挑拨离间？你为什么要诋毁我们之间的感情？我今天非要让你们公司的人看看，你平日里装那么清高，不过就是一个婊子。他再也没有从前的端庄模样，像一个疯婆子就要来扯我的衣服。保安急匆匆地赶来，可只要一靠近宋千雪，便大声喊非礼。他这般闹，无非就是想让我混不下去。我趁乱抓住他的手，狠狠扇下一巴掌。很早以前就想打他了，要不是为了给孙明哲面子，我不会容忍那么久。现在他主动送上门来，我下手丝毫不手软。宋千雪被我打懵了，而后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她疯了般冲向我，手里拿出剪刀。我要毁了你这个贱人的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。危急关头，孙明哲挡在我身前，他胸腔被刺中，但反抗之余，手里的仙人掌狠狠刺入宋千雪的脸蛋，地上鲜血一片。我只觉得全身发冷。你没事吧？孙明哲倒在地上，无声问我。仙人掌是他特地寻来的。我说我不喜欢花，他便去市场找来这好看的仙人掌盆栽。回来的时候正好撞上宋千雪发疯，他想也不想，便挡在我的身前，心里有一丝发苦。但这维护来得太晚，晚到我早已没了感觉。送往医院后，我知道了宋千雪发疯的原因。她年轻时不好好学习，上班又总爱耍大小姐脾气。为了保护她，孙明哲带着我求爷爷告奶奶，好不容易找到份体面的工作。由于两人闹翻，孙明哲直接让人开除了他。他坚称自己已经看清宋千雪的样子，这么对她不过是为了给我出气。可人怎么会莫名其妙的不爱一个人？我走进孙明哲病房，看着这张熟悉的脸颊。照顾孙明哲的人是他的秘书，也算是我一路看着成长。他告诉我，二人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，是因为宋千雪瞒着孙明哲，用他的钱养小白脸。还不止如此，他到处宣扬他是冤大头，不过随便说几句哥哥好棒，就连命都可以给他。孙明哲最是要脸，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惊觉我的好，疯了一般跑去找我求原谅。宋千雪还不知道这一切。我给他发信息那天，他正躺在情人的怀里发出嘲笑，前来找孙明哲也是怕这棵摇钱树跑了，毕竟像这么愚蠢的冤大头可不好找。这么一说，我便懂了。孙明哲之所以后悔，无非是觉得自己付出的没得到回报，他背叛了他，所以显得我格外好。从头至尾，他或许都没有爱过我。接受这个答案，就要接受我这5年青春都喂了狗的事实。我有些难受，抬脚走向窗边。和孙明哲在一起时候，也是这样一个雨天，他傻傻的将大半的伞遮到我的头顶。我以为他会一辈子对我好，结果一切都是假的。爱是，曾经的回忆也是。海安，雨渐渐停了，孙明哲醒了，他喉咙沙哑，看着我双目赤红。没受伤吧？那个疯女人没伤害你吧？我没回答他，目光直直盯着他的眼睛。你当时为什么要追我？这确实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看孙明哲对宋千雪的维护，他们应该是一对，可这么多年，
他从来没有说过分手，享受着2个女人的好。听到这个询问，孙明哲难得沉默了许久，他叹息一声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宋千雪。为什么对她好？大概是自尊心作祟。追你的时候，你永远高高在上。宋千雪不同，她知道讨好我，维护我那点可怜的虚荣心。后来我发现糟践你可以让我得到极大的满足，因为唯有那样，我才能感觉你是爱我的。谁知道你越来越冷，甚至把我丢下。我开始害怕了。我承认自己确实很卑劣，要用你的痛苦和示弱成全自己。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他声泪俱下。可他真的知道错了吗？我想不然，他只是经历了宋千雪的背叛，选择了示弱。我不想再听下去，抬脚就往外走。谢海安，你这个贱人！宋千雪浑身是伤地跑了进来，她手里握着仙人掌，看来是想让我尝尝她的痛苦。够了，宋千雪！孙明哲只能发出无能的咆哮。他受伤了，动一下伤口就疼，没办法救我。这个事实十分打击他，可我淡定地站着。门外走进2名壮汉，这是我专门雇佣的保镖。上次的事情要不是有孙明哲，我就死了。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特意找了2个人保护。永远不要依赖任何人，这是孙明哲给我上的最好的一课，我很受用。宋千雪被嫁了出去，警察来时，她还在骂骂咧咧，但2次故意伤人，足够让她坐牢。明哲哥救我，明哲哥，我都是为了你啊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眼见要被带走。宋千雪打起感情牌，往日里这招最有用，只要她一哭，孙明哲能把命给她。可现在孙明哲没再看她，只是歪头，一双眼睛落在我身上。海安，宋千雪已经得到她应有的惩罚。我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，以后会对你好的，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她憧憬着未来，我忍不住打断：孙明哲，我的未来没有你了。从你利用宋千雪伤害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在我这就是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年，我觉得十分后悔。我们不要再见了。我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孙明哲摔在地上，他一直在重复我的名字，但我和他两清。这么多年付出的爱意，就抵消他这次救我，一个小气又狭隘的男人，我不要了。后来我被调到国外，在那邂逅了我的真爱。孙明哲没来参加婚礼，他拜托朋友带来了全部的积蓄，此后终身未娶。我一直都没有回头，前方之路平坦一片，我想我必定是奔向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